止住了手，不忍吹醒课桌前的少年。遥人的光影走慢些，未来大把失眠。你骑着单车渐行渐远，去了南海的月。责怪天气预报没有预言，某一天多云的夜，星辰大海，怀揣深渊，追着光亮，每次挫败给我一记真言。暖暖时光，难免会夹杂一些哄骗人的字节，弄逼我们的眼，海上行走过黑夜，有明天。怎么了？你这么满脸乌云呢？你跟沈侯终于要结婚了，这不好事吗？你丧个脸！程志远，怎么会是他呀？我和沈侯结束了，为什么呀？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命运跟我开了一个特别大的玩笑。那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你了。不过像你这么倔的人都认输了，看来这个玩笑开得不小。那你怎么又要嫁给程志远呢？我怀孕了。沈侯的。程志远知道吗？他知道呀，所以他才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我结婚。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得很清楚。那我真的不得不说，程志远这个人挺好的。所以，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就赶快跟他离婚。我不能这样耗着他。那沈侯能接受吗？他只能接受。严小晨，那你自己呢？伟彤，你知道情深不寿吗？两个人在一起不是结果，两个人结婚也不是结果。这种感情就注定要分开。我和沈侯在一起的日子，我特别开心，特别快乐。但是那些日子我都
心里面有很多顾虑，我都在收着，我放不开我自己。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开心快乐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好好去爱。可是现在呢？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认命了。你才多大呀？搞得暮气沉沉的。人生的路还长着呢，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儿，你都不知道。我给你当伴娘吧。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啊。别想那么多，就当一次经历，放轻松，我陪着你。谢谢你。干嘛？那猴子不接我电话，我有点担心。我来看看他。孩子啊，你来的正好啊。哎呀，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你去劝劝他，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啊，包我身上，他在屋里吗？在。连我们都不想见。这个混蛋，我帮你说的啊！我先上去了，干嘛？猴子，你开门，你别跟我装死。开门，我沈豪，你死没死？给句话。行，没死就行啊。哎呀，我告诉你，沈豪，我不知道你跟严小晨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但我只知道。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你要再继续这样，全世界都抛弃你了，你听见没有？开门，开门，让我进去。沈豪，你再这样，我也不管你，你听没听见？开门，你不开是吧？不开我也走了，我告诉你，我数3下啊，赶紧给我把门开开。3、2、1。行，我走了啊！以后我也不管你了。哎呦，这件真不错，比前几件都好看。哎，我觉得这件特别好，你觉得呢？都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敷衍呢？哎，你懂不懂啊？人这结婚一辈子就这一次，咱们伴娘要是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新娘在台上多有面啊！你看我一眼，帮我挑一下。好看。魏彤，我说看一眼，你还真就看一眼呀？你能不能走点心啊？走心啊？那好看吗？真的？行，那就这件了。这婚纱是真好看啊。魏彤，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你能不能，你给我点意见吗？我都申那么多件了。哎，小陈呢？
小陈，可以试了。好。It's late at night, dark and quiet. 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my love. Emotions slide, my sweet del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it flow now. It's late at night, peace and quiet. 桃花给我啊，你有什么需要？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你陪我们喝2杯。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规定，不能。哎，着什么急呢？就喝一杯，来。啊，不好意思，我不能。哎呀，喝一杯嘛，喝一杯，没事儿，真没事儿。哎呀，别不好意思嘛，来。我们这里不能喝酒。哎呀，有事。能不能清醒点？你疯了你！别，丧德性是吧？别，什么误会？喝多了。他妈张胆！等一下，小心！别让他走！跟我来！你怎么会在这儿？你疯了？你刚刚在干嘛？不是，你拉着我干嘛？你松手啊！不是你松手！跑什么呀？我正想找人打架呢。你看那人什么德行，正好欠打。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没事儿，我就想喝酒，我还没喝完，进去再喝点。跟我来，换个地方喝。哎，我自己能走，你能不能别拉着我？跟我来。哇，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版婚纱啊！看着做工，我这得花多少钱呀？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不过我没有想到，最后给你穿上婚纱的人是他，不是沈侯。我倒是觉得呀，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是不是？墙头草，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大家都是大学同学，就你对小陈好，是不是？同不同学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 DH 的员工，那是你老板，你这马屁拍的。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那照你这么说，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什么？我能不能把你这张嘴撕了呀？小陈，姑奶奶，我错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这张嘴你知道。好了，你心直口快的，大学4年大家都习惯。你原谅我了。哎，星辉，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没什么联系了。哎，不过你要是想让她来参加婚礼，我可以给她发个信息通知她一下。哈，你发呀。发就发。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你觉得呢？就这套吧。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他的，等他自己来了，让他选吧。他来了。程总，很漂亮。真没想到，过了这么久，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儿。
一起喝酒。我倩倩，我们是不是老同学？当然是。那今天晚上呢，得多喝点儿。来，好，走一个。谁啊？你今天没事儿？哎，我猜一下，是不是你男朋友？来，我干了。还真是啊，来。哎，不是，干了，别，慢点儿。我一半太撑了。你刚刚不是问我怎么了吗？我被 MG 开除了，我爸的公司也倒闭了。不是，那现在？我现在在一个小企业里上班，领导没什么能力，每天就会打压人，特别是比他能干、比他优秀的人。不过我今天跟他吵了一架，明天也不用去上班了。来，没事啊，你别难过，工作哪儿都能找到的。我跟你说，你要相信我，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你的公司。谢谢。你们的深思现在还招人吗？我可以从底层干起，没关系的。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呢，跟我妈闹别扭。算了，回头我帮你问问。来，谢谢。老同学之前不说这个啊，一口就行了，一口就。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没事儿。不会又是因为你跟严小晨之间……别说了。来，继续喝，干了。好。老李啊，哎，车里温度调高一点。好的。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帮你请个假。没关系，我没事儿，挺好的。太太，我们到了。李师傅，您以后还是叫我严小姐吧，您叫我太太，我不太习惯。好的，严小姐。谢谢。需要我的时候，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你回去吧，我上去了。进。
海清，小夏，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为什么怀了正确的孩子？为什么？严耀晨脚踏两只船，怀了程志远的孩子。小陈下周结婚，你愿意来参加吗？啊，这就搞定了。小陈还是你厉害啊！看这些人啊，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儿。哎呦，一个部门嘛，谁做不都一样？怎么了？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呢？哎，你偷偷告诉我，我谁也不会说的。哎呦，我这张嘴特别的严。你们组也太认真了吧？午休时间还在开会。你是多了一碗屎吗？罗瑞远，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没事吧，小陈？他怎么了？不会是被我的螺蛳粉熏到了吧？他有了。真的？我说什么你都信，我话那么好听。哎，最近真有一事让我特别苦恼。什么事儿？有人喜欢我。哎，谁呀？就是公司一前台叫潘达，不知道你认不认识？给你吃。拿走！啊！哎呦！快！潘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小陈，一起吃饭呀？走呀。你们去吃吧。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估计你能吃几口。来，坐。我早上自己做的，微波炉加热了，味道可能会差一点。来，不客气。不客气。对了，小陈，你妈那边，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安抚一下她的情绪。我有个想法啊，你听一下。明天啊，我们就去见她，顺便把她接来上海。参加完婚礼之后，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你现在怀着孕呢，也需要人照顾。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租了一间1室1厅的房子给她住。你安排的那么好，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改变方案。你是不是怕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好好休息就行了。来，吃点儿，味道怎么样？好吃。爸，妈，醒了。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你们俩，爸，你别瞎讲。妈，最近公司还招人吗？
你想招什么人呢？倩倩，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所以我答应他，问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你想招就招吧，但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得先进来。妈，孩子，听我说，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啊。你妈最近偏头痛，痛得厉害，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你不信，你看，这血压都不稳定。喂？什么？哎呀，这不小爷吗？哎，回来看你妈了。哎，蛮好的。哎，你看呀，这老爷家的闺女，她绑上大款了。哎呦，这女婿看着挺有钱的，带那么多礼品，哎，老刘可有福气。妈。妈，你别收拾了，我俩有话跟你说。来，客人请喝水。谢谢。哎，请坐。哎，你也请坐吧。真是丢人呐，生了这么个女儿。上回跟你说的，能做到吗？婚礼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准备了。您放心，我保证让小陈嫁得风风光光的，让人无话可说。还有，我跟小陈商量了一下，想接您去上海，从今往后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好有钱呐！怪不得邻居们说我家小陈很有本事。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姓沈的，说踹就踹了。妈，怎么了？嫌贫爱富，还不让说了？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样啊？说不上来了。说不上来，我说。严小晨，你可别忘了，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是，姓沈的那小子是穷，可是穷是他的错吗？你们还年轻，只要愿意努力，还怕过不上好日子？你说你学点好的不会吗？哎，净学这些爱慕虚荣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就没你了。行了，行什么了？天天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骂着，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我爸现在要是还在，他肯定会相信我。
对不起啊，我妈她……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怕你一不小心看错人。不过你放心吧，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她收拾收拾，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你怎么说服她的？当妈妈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但还是很在乎你的。谢谢啊。还说谢谢啊？服务员送来的，说是你老公嘱咐的。哇，哎，我们程总要照顾那么多客人，还能在百忙之中照顾我们新娘子的胃口，是不是很贴心啊？看见我妈了吗？看见了，在楼下呀。程志远专门派车去接你们家亲戚，阿姨迎接呢。程总好。亲朋好友都已经入席了，我们下去吧。开心点。哎呦，程总，这你就不懂了吧？嫁人哪有不开心的呀？况且是嫁给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我们小陈就是有点紧张，是吧，小陈？太配了，古人说的一对璧人就是在形容你们了。哎，程总，程总，我说你也太狡猾了吧！打着西式婚礼的幌子，连迎亲和闹洞房都省了。哎，不过要是这么容易就让你把我们新娘子给接走，那我们娘家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是吧，魏彤？哦，早就准备好了。魏彤，谢谢程总，谢了。我不是想省，就怕小陈累上了。呀，一生就累这一次。我堂姐和表姐说呀，说举行婚礼的时候觉得又累又闹腾，但是过后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快走了，快走了，走吧。这条花道不长，我却感觉自己像走了20多年。告别我今生的最爱，走向对陈志远的亏欠。我手捧着陈志远为我准备的白色铃兰花，是他期望我坚强面对余生的祝愿。这每一步，我都如踏着我的前身。再见了，身后。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但希望你的未来一切安好。是命运的指引，让这一对有情人在这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今天我们欢聚于此，就是为了共同见证他们正式的进入彼此的人生。在此之前，我想请新郎和我们分享一下属于你们自己的故事，比如为什么以蜗牛作为婚礼的主题呢？其中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因为啊，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第一份礼物。那年圣诞节，我送了一份圣诞礼物给她，她要回礼，却没有准备好，所以我就问她要了一个她挂在包上的挂坠。那个挂坠就是蜗牛。那个挂坠，我一直保存着。它对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的太太就像一只蜗牛，在外人面前一直有着坚硬的外壳，
保护着自己和他爱的人，甚至会给人一种感觉是难以接近的。但如果你真的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心里，你会发现他拥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内心。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护他这份柔软，往后余生，因为有我，一直幸福下去。下面有请伴郎伴娘将戒指交给2位新人。戒指是圆形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这就像2位的爱情一样，连绵不断，永不停息。下面请新郎牵起新娘的右手，将戒指戴在她的无名指上。他将帮你锁定你一生的幸福和你忠贞不渝的爱情。新郎程志远，你愿意从今以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环境是好是坏，是健康是疾病，是成功或是失败，都会爱护你的妻子严小晨，与她同甘共苦，携手共创美满的家庭，一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吗？我愿意。现在请新娘帮新郎戴上戒指。新娘严小晨，你愿意从今以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环境是好还是坏，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同甘共苦，直到离世的那一天。是成功或是失败，都会支持你的丈夫程志远，一直到你离世的那天吗？我愿意。新郎，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我宣布，礼成。新娘，你现在可以抛出你的手捧花，把你的祝福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贝彤，铃兰花的花语是“幸福再次来到”，也是淑女之泪的意思，送给你再合适不过了。希望你和你爱的人能够永远幸福下去。希望我们都能幸福。哎，我刚才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沈河要大闹婚礼。哎呦，
说小陈也真是的，干嘛还要叫沈侯来呀？他也不怕程总不高兴。小陈根本就不会邀请沈侯，好吗？那不是小陈叫来的？那他怎么知道小陈结婚的事儿啊？你也不看看沈侯旁边坐的是谁？我的天哪，这哪是婚礼呀，这根本就是修罗场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发信息通知他了。怎么了？你发的。那天问小陈要不要通知吴倩倩的时候，你也在啊。刘新慧，你太聪明了。我聪明吗？哎，等一下，头发有点乱了。不过去吗？你清醒一点，她现在是别人的新娘了，戴上别的男人的戒指了。哎，别说了。好，你不说，我替你说。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胡来的话，我答应你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就此作废。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爱他呀？